我们的影片应该不会曝光到香港啊，就靠你分享，靠你分享到香港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老师。上一集我们讲了针织毛衣一些小简单的小知识，我们今天要来讲不用车的衣服。什么是不用车的衣服呢？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 Uniqlo 有出一些3D knit， 就是不用车的衣服。那它也跟针织相关。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了雅云针织专家来跟我们讲这个3D knit 这个构成的原理，然后它到底哪里不用车，跟一般的毛衣又有什么差别呢？那我们这一集最后呢，雅云有带一些针织小礼物给我们，怎么取得呢？留言给我们说雅云好正，不要，我们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后哦。好，我们欢迎雅云。嗨，又是我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3D knit， 我们后面就有一件。为什么叫3D knit？ 它到底哪里3D 的？然后它跟一般的毛衣有什么不一样？还记得上一集我们讲说针织的类型有哪些的时候，我们有提到这一件。那这一件的话，其实它就是3D knit 的技术一模一样的技术做的。那我们前面说，我们在这些袖口的地方都会看到有车缝的位置。那我们像是这一件的袖口，同样是袖口的位置的话，我们就先翻过来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整圈，全部都找不到车缝线。哇哦！所以它就代表它从机器上面织完出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说的下片下机的时候，它就是一整件衣服了。它其实就可以穿了。但我们的穿着舒适性啊，还有一些我们的尺寸的要去符合，就要确认我们的尺寸，我们还是需要洗跟烫。所以这个来说，我们就是在机器上面一整件把它完成。你可以说就在机器里缝合好了。哦，所以它是完全不用车的，所以也是完全不用 linking 缝合的。对，这不就是我们服装人的梦想吗？就是哇，不用车衣服就咚咚咚就变出来，它就是一个这种变魔法的概念，对吧？对 ，Uniqlo 它出了这个是只有 Uniqlo 有吗？还是说其他地方也会有？不是只有 Uniqlo 有，只是 Uniqlo 为了这个系列，它想要区分跟一般的针织产品，就是毛衣类产品做一个区分，它就是创了一个这个3D knit 的品牌。那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先办了一个展去宣传。那其实这个技术的话，在1995年其实就有了，只是它做的款型来说非常非常的基本。那它也有一个优点，就是比如说像现在在人台上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穿着的一个服帖感是非常好。那在我们的肩线的地方，因为它没有缝合线的关系，所以它整个的延伸性是会更好的。因为我们知道有车缝过之后，它会显得会比较紧，没弹性就卡住了。对，对。那在下摆的地方，像有时候我们做裙子会有几片裙嘛，那有时候就是在我们有图案的一些布料，是不是会有接图案接缝的一个问题？那一样在这个裙摆上面，它不会有任何的接缝，它不需要分几片裙去做缝合。那一样，它后面的话不会有任何的缝合线。那像还有一个就是它因为没有接缝，所以它的整个垂坠感会显得非常非常的顺，非常的自然。对，其实它会有很多不同的优点。它的优点就是，比如说今天我们在穿在人身上，它是服帖的，而且重点是像我们正常来说，一般在做衣服啊，这个几片裙都一定要车缝线，对吧？然后这种技术就可以解决这些不用车缝线就可以做出来。对，它不止在就是身体在穿的时候很舒适，它也可以就是垂坠性更好，然后也不会因为要车缝所以会卡住一些尺寸上的部分。对，所以这个技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级或者是非常进阶版的。对，你可以说是进阶版的针织，或者是高科技的针织都可以。哦，我看到你有带一件样衣，它也是3D knit， 但我觉得它蛮特别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一边是实色的颜色，就是这边没有透肤的感觉，比较靠老师这一侧有一点点透明的这个感觉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要去找到一些透明的布料要去做车缝，不管是我们的成衣的车缝，或者是针织要去做缝合的话，它还是都会像我们刚才有的这种缝合的这个分量在。对。但是因为透明感，我们就是要让它透明，要让它轻薄，但你又加上车缝的这个分量感的话，就会显得好像有一点怪怪的，而且会有多几层厚度在这边。对，那就可能
能不符合你的设计。那像这边的话，它就是利用一个 Intasha 的一个织造的方式，再加上它纱线的变化，再加上其实3D knit 我们说是 whole garment 全成型这样的一个技术，它就可以是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厚度的一件衣服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它的优势还在于，比如说今天你想要设计一些比较轻的衣服的时候，它可以因为它没有车缝线这个技术，让你的设计呈现得更完整。像刚刚杨云你说，就是没有缝合啊，什么百度垂坠性这些好，其实是对于消费者嘛。对。那如果对于生产端上这样子的技术，有没有什么优势？就是在whole garment的部分，大家知道不用缝合，已经算是省掉了一个制成的一个步骤，人力，对不对？那因为现在在工厂这边，在缝合的人力其实是越来越减少，减少的同一时间，它的人力的这个费用也会提高。那为什么它会减少？其实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，是因为像我们看到针织，它是这种孔洞型的，所以它缝合不像我们车缝，车一道过去，它会需要跟这个洞去对这个环。那像是这种比较细针、比较小的环，它的眼力要很好，眼力就会很吃力，然后对于有一些人来说，他就做不了太长期，做不了，渐渐的人力就越来越减少，然后你的成本增加，可能品牌商也不见得想要去增加这一块的一个投入跟开发。对，所以其实这跟我们成衣界也是一样啦。我们在样品师这一块，其实人力也是越来越少，因为样品师就是他也要剪，要车，也要长期去盯着那个打灯的地方去看这些东西，所以对针织来讲说，它也是在缝合这一块人力相对的比较缺，所以这个技术的产生其实可以减少这样子的人力，哪一天成衣也就噗，衣服就出来了。这样子的话，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限制，就像是whole garment也是在设计上会有一些不同的限制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种新的技术本来就是会慢慢的啦，一开始其实简单的款式，然后未来一直研究，它可能就有更多的变化这样。款式的限制有吗？就是它会因为一定要某一些款式才能做出来嘛？因为它的技术对我这样听起来，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高阶的针织技术。像你看到，比如说我们这边还有这一件，然后我们这边还有这样子的一件。现在我们看到的4件都是以素色为主，但其实它要做图案的话会比较困难，因为机器的限制。你要做多色的话比较不好做，以素色的款式会比较多。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看起来都很简单。但你可以像这样，这个是一件平口的洋装，那它这边的话可能就是有做一些不同的织纹设计，然后再加上这种反折的这个感觉，它穿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层次的变化。其实你看我们一般做衣服嘛，就是这个荷叶就是在另外车的，还要有松紧带等等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件3D knit 的这个效果，它是完全没有车缝线，它是把弹性纱一起织进去，所以它这个位置就可以长这样，像是这样。所以正常来说，我们要有松紧带的地方，根本也不用放松紧带。但在这样的技术里面，它也可以做得到这样子的方式。它可以做，比如说组织的设计、款式的一些设计，但是对于这种颜色的话，它就比较多的限制。对，可以做，但限制比较多。了解。然后在制造上面的时间成本也会不一样。雅云有提到嘛，3D knit 等于whole garment，叫做中文叫全成型。那我们怎么区分？像我们上一集有讲到，我身上的这个毛衣，它到底有什么定义吗？那这个叫做全成型，那这个叫做什么？就是它有没有一些分类，把它们简单分类的一些名词？这个我们就称为一般的成型的毛衣，成型片。对，成型片的毛衣。那这种我们就全成型，就是全部都一起成型。因为成型片的意思是在机器上就成型一个前身片、袖片。那如果全部都成型，就代表机器里面就已经整件都做好，全部都成型。那它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名称，就叫做whole garment。那大家在 Uniqlo 的吊牌上也会看到这个名词。就是whole garment全成型，不用缝合的意思。对。那我想问问雅云，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技术产生？它由来是什么？其实一开始是这个织whole garment的这个设备的创造者，他一开始是做手套起家。手套是哪一种手套？是针织的那种手套，像圣诞节会送给那个心爱的人啊，软乎乎的那种手套吗？对，软乎乎，类似那种手套，就是比如说无指的那种手套。那我们一般是工业型的，可能就会有很多那种手套。那一开始是可能有半自动型的手套机器，然后
后有全自动型的手套机器。那这个创办人呢，他就发现，五指的手套机器，如果我们把它一般手套是这样嘛，我们把它反过来看，那如果我们把中间3指并起来，你的小指跟你的大拇指，把它想象成左右袖，中间的3指是身片的位置，然后我们手腕部分的话是领子的地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就一个衣服的雏形就出来了？你稍微改变一下它的一些尺寸调整，还有它的宽度的变化，它就会变成一整件衣服。所以你看这一件是不是很像我刚才的？就是如果手超级放大版，它就是一只手套了。对。那我想问啊，就是 Hoka 你刚刚讲它是比较高阶或者比较科技的这种服装技术，那成衣界啦，比如说像我们公司有在做3D 数位模拟这一块，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讲求这个纺织界的数位化这一块。像针织界有没有像这样子的数位化或者是科技化的部分？在针织类的话，也有3D 的一些软体可以让大家去使用，就是大家在做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不同的衣服，或者是上一集我们有讲到很多小小的织片，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，会破掉，会有一些状况发生。那如果我今天可以先在电脑上面先看到这个组织的话，就可以省掉我的一些时间。所以跟我们就是在做成衣一样，我们可以做3D，也有做普通的2D。像这整件，你做完一个程式，电脑上面画程式完，你可以先看3D，它的样子会是长什么样子，对，都有这相关的技术。但如果这个部分再继续讲下去的话，可能这个时间又会很长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底下留言敲完。所以以针织来说，其实就像我们服装打版一样嘛，现在有3D 打版去模拟出来的去制作，减少就是中间的这个误差，减少各种浪费。对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，不然纺织跟时尚其实是污染最大的一个，我们就深陷其中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开场有讲到，今天雅云有准备了一些针织小礼物，大家在底下留言，然后分享你曾经在买毛衣的时候可能遇到的一些小小的疑问，或是有一些有趣的一些小故事的话，我们会挑选出1位送一个不用车的一件衣服，是一个小吊饰的版本，超可爱的哦！大家赶快留言。好，我们今天谢谢雅云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这个3D knit 就是全程型 Hoka 的这个差别跟它的优势在哪里。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如果想要它再次出现，也留言啊，刷一排。